Hello，大家好。那我们这一次就继续来聊一聊，当我们面临这些那么强大的能量波，身体、情绪都已经造成一定的不适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更好的去面对它、度过它呢？其实第一点就是我们刚讲的，如果身体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就尽量不要硬撑，我们还是要接受我们有一个物质身体，我们生存在地球上，所以就让我们愿意去接受地球上的所有的支持与协助，包含寻求医生的帮助，让我们可以舒缓一点症状，减轻一些身体的不适，这个都是很必须的，因为每个面对的养生症状的程度不同，有些人可能3-5天就度过，有些人可能要1-2个礼拜，那身体状况更需要转化的，那可能要上超过1-2个月，所以要依照自己的需求还有状况去适当的寻求医疗的协助哦。那再来第二个关于身体的部分，我会运用的就是呼吸法，去帮助自己更好的释放。那呼吸法网络上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呼吸法的教学，大家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操作，让自己更舒服。那以我自己，我就是很简单的我应该在第一个影片稍微有示范，就是会以腹部这边横膈膜这一块太阳神经丛这一块的肌肉为主去进行呼吸吐纳的动作。那我就再示范一次吧。首先我们就先吐气，我会利用嘴巴吐，我觉得会吐得比较干净吧。那我就会这样操作，我可能就是静下来，然后先让自己，当然一定身体要在放松的情况下去操作才会更有效果。那让自己的腹部慢慢的吐气的时候往内凹，其实吐气的过程其实就在帮我们把身体的这些废气把它往外输送出来了嘛，可能往我们的脚底出去了嘛，然后顺势吸进来的时候，鼻子吸进来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得到很明显的差异，刚刚的东西清掉之后进来的东西，你会知道那是新的要给身体吸收的，借着新的能量进来，再把旧的再把它冲刷代谢出去，一直重复这个过程，循环的过程。我们可以再一起做一次，静下心来，让身体整个放松之后呢，我们的注意力是在肚脐之上，胸骨之下这一块腹部的肌肉，然后我们先用呼气的方式，把身体不要的旧的能量、旧的情绪都把它吐露出去。多重复几次这样的过程，你就能感觉到在吸气的时候，其实我们感受到的是很光亮的能量进来，那就是一个我们自己制造了一个代谢的一个循环过程。那当然这个动作就要在我们行有余力的时候去做，如果身体还很不舒服的时候，当然是先寻求医生的协助，减轻我们的症状。那当你觉得比较舒服、比较有力气的时候，就可以稍微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呼吸的动作、呼吸的练习，等于是我们自助式的嘛，我们自己帮助自己进行这个能量循环代谢的过程，这也会很有帮助的哦。就是记得我们身体在越放松的过程，能量越容易代谢出去。那再来还有一点，就是应该也很多人都提过的方法，就是我们需要多去户外，接近大自然，晒晒太阳，走走路，呼吸新鲜的空气，看看绿色植物啦，听听鸟叫声啦，看看美丽的花啦，
借助大自然的这些元素能量频率，也会更好的帮助我们更快的转化这些比较陈旧的、比较负面的、沉重的这些旧能量哦。当然多喝水多休息这个是一定要的嘛，喝水帮助身体代谢，然后吃的话如果真的吃不太下，我们就尽量清淡一点，吃少一点都是没有关系的。那如果你可以做得到的话，就尽量减少3C 产品的使用，多让自己静下来，多跟自己单纯的连结，也许内在就会有一些讯息要让你知道哦。那再来接下来这个部分，就是如果当我们的情绪课题出现的时候，它可能对应到我们某一个没有解决的命题，那当它再次浮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更好的跨越它呢？那就是要记得用新的方式去面对它，因为宇宙这些能量下来就是帮助我们更新的、升级的，所以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用一样的生气啦、抱怨去面对它。也许孩子他的不安、他的焦虑来自于他需要关注嘛，他需要更多安全感。那这时候我们面对他的时候，也许就先沉住气，先静下心来去想想，也许我真的忽略了他的某些需求，我应该给他更多的关注。这就是一个调整、一个频率转变的过程。当然我说很多事情没办法一次到位，我们就一点一点慢慢调，只要不要完全重复过去的模式。当然可能有情绪，但是情绪过完，我们还是可以修正自己面对它的方式。或者今天你觉得先生怎么突然有一个情绪啦，那你就想要把争辩个高下，但其实也许那个事件他的情绪的点是来自于他对某件事情的恐惧，可能他在工作上有压力，可能他在原生家庭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份内在的恐惧不安，他才会在某件事上有特别大的反应。那如果我们能够看懂这一点，下一次我们就不用再落入跟他对抗的那个循环过程，我们也许就先抽离，离开暴风圈，让他自己发泄完，也许他静一静，他也会觉得他刚刚干嘛要发那些火。总之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宇宙要我们学会去更新自己，用新的态度、新的心态来面对同样的课题的出现。也许我们就学着冷静、平和、静观，然后下一步再进阶、再升级嘛，可能最高境界升级到感恩与祝福。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嘛，我们这一次就先学着不要落入暴风圈，去卷入身边的情绪，因为在这样的能量周期下，其实每个内在情绪的浮动浮现其实都是蛮正常的，我们就是可以用比较冷静客观的方式去面对它就好，不要落入跟它同样的低频的共振的那个冲突当中。所以记得用新的心态、新的方式、新的态度去面对它吧。再来，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课题，比如说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解决，可能是我不敢开口，不敢去跟对方沟通协调，或者我还没处理好我跟这些人事物的一个比较健康的边界。那借着这个机会的到来，也是要让我们去学习，我有没有勇气去突破一点，跨越一点。当然也不是说一次就要到位，全部事情要一次解决。那是不是我可以先学着我这一次试着去表达一些自己的感受或想法，我多说出一口我的感受，那我内在压力不是就释放一些了吗？我多去沟通一次，是不是这件事情它可能就有更和谐转圜的空间？或者我更调整一个自己舒适的方式去跟某个人相处。过去也许觉得他让我太冒犯有压力，那是不是我就自己学会拉出一个安全的距离跟空间呢？这些都是自己的课题中可以学着去调整的部分。以上大概就是我面临这些能量波到来的一些身心情况要舒缓的时候会使用到的方法，就在这边分享给大家。我们就一起顺着能量波前进，然后让能量波带着我们不断的更新、净化、洗涤，然后让自己一步一步更上一层楼吧。我们的身心都会变得更美好、更完善哦。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咯，下次见，拜拜。